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又是一期旅行游记，目的地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市。埃德蒙顿在大约北纬53度的位置，比中国最北的城市漠河还要再靠近北极一点，因此这个季节的埃德蒙顿也是完全被冰雪覆盖的样子。那是什么吸引了我们一行4人在12月底凌晨4点出发去机场，飞到这样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旅游呢？那当然是官方的住酒店返现的活动了。当然除此之外，我也早有耳闻，埃德蒙顿有一个面积是北美第2大的商场，里面有水上乐园和室内游乐场，而且我也没有去过这么寒冷的地方，心中有些好奇，想去体验一下。快要到达的时候，从飞机的舷窗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雪原，还未落地就已经感受到了一丝冷寂和肃杀的氛围。开车行驶在高速上的时候，风扬起的碎雪也在提醒我，今天室外的温度是零下20度。到酒店办理好入住，我们就直接驱车前往了这个北美第2大的商场 West Edmonton Mall。 可能因为时间是周4，又是商场刚开门的时间，里面人还不太多。我们第一站就直奔水上乐园，这里大大小小的水滑梯一共有20个，还有一个在不停造浪的大泳池，水温很高，室内暖气也非常足。来玩的人大多都是小孩子和带着孩子的家长，每个项目都不需要排队很久，只是玩了2个多小时就已经觉得有些疲惫。在水滑梯顶端排队的时候，看着室外的冰天雪地，再看看穿着泳裤的自己，这种反差真的很奇妙。室内游乐场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过山车、碰碰车、摩天轮、跳楼机，各种游乐设施一应俱全。过山车看上去并不高，但比想象中速度更快更刺激。就是空间所限，这里有许多旋转类的项目，做得多了有点头晕恶心。总的来说，还是儿童向的项目居多，更适合亲子家庭活动。我们玩的最多次的是这个碰碰车，一种找回记忆里童年乐趣的感觉。快乐有些时候也是可以非常简单。除了在这2个游乐场中玩耍，我们这几天也是走遍了这个商场的各个角落，服饰、百货、超市、美食广场，各种类型的店铺实在太多了，逛得腿疼。临近圣诞节，商场中有许多节日装饰，傍晚和周末的时候，商场里的人也明显多了许多，熙熙攘攘，很是热闹。冰场上的人滑得真好，有一种这个地方人均会滑冰的错觉，我们驻足欣赏了好一会儿。我们这几天的另一个活动就是逛各种中古二手店。对的，其实还是逛街，毕竟在室外温度低，街道上又全是雪，难以行走的情况下，也就只有做一些室内活动了。中古店就是卖各种旧货和二手货的地方，像是各种旧书、服装首饰、家具等等。不同的店风格也不太一样，尽管都是各种旧货，有些店里会更干净精致，卖的货物的侧重类型也不尽相同，有些是服装，有些是古董首饰，还有黑胶唱片之类的。还能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比如这4400加币的旧招牌，写着意大利出品，但还是放了菠萝的披萨食谱书，还有教你如何给各类旧货定价的价格指南，买来就能开店。其实来之前也没想到这个城市的中古店有这么多，每家店去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在逛，篮子里也真能放很多东西。虽然我没有买什么，但是仅仅看着这些老物件就会觉得很有趣，像是看到了当时那个年代遗落下来的一块碎片一样。埃德蒙顿作为阿尔伯塔省的首府，皇家博物馆和省议会厅当然也是必须要去打卡的2个地方。阿尔伯塔皇家博物馆并不大，分为上下2层，一层主要是人文历史馆，介绍阿尔伯塔省原住民以及现代社会建设的历史，跟我们9月份在隔壁萨斯卡彻温省看到的人文历史很相似，有许多当时原住民是如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。
像是原住民的生活习性、一些原始的生活用具，还有如何围猎野牛等等。两个省离得很近，大部分的地貌、气候也很相似，因此在这一部分的历史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。相比于这些人文社会历史，我更喜欢2层的自然历史馆，这里陈列了许多生物的化石标本，例如猛犸象、剑齿虎这些史前生物，还有许多天然矿石。可能我还是对大自然有更多的好奇心。省议会厅有免费的导览服务，因为内部不许录像，我也就只放些照片在这里。与我们在渥太华和 Regina 的导览一样，工作人员会带着我们参观这栋建筑物中不同的楼层和房间，讲解议会是如何运作的，历届领导人的奇闻异事等等。过程中看到什么有趣或者迷惑的物件，有任何好奇的事情的话，还可以提出你自己的疑问。学到一些奇怪的冷知识的同时，也能让整个导览更丰富有趣。在吃的方面，来之前就对埃德蒙顿的饮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，选择餐馆的时候也就是就近原则，有什么就吃什么。不过这家大秦面庄确实是特地驱车前来打卡的，听说他们的面比温哥华的更好吃，而且我也确实没有在温哥华吃到过比较好的西北面食。我们点的扯面、岐山臊子面和酸汤水饺都还不错，面条筋道爽滑，油泼辣子鲜而不辣，是非常满足的一顿碳水大餐。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叫 Duchess 的甜品店，我在书店购买过这家店的3位创始人写的一本书，书中毫无保留地介绍了如何制作他们店中的招牌甜点。我在研究马卡龙的制作时也参考了书中的一些内容，店中卖的马卡龙的质地很好，但味道着实有些甜腻，还是我自己做的好吃。我最喜欢这个放了布里奶酪、苹果、无花果酱和火鸡肉的可颂三明治，吃起来口感和味道的层次都很丰富。这4天3晚的行程安排比想象中要丰富许多，但如果再多待1天，我也确实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活动。相比温哥华，这里气温低，空气干燥，只待了4天就已经嘴唇干裂，身上皮肤干痒，并且让我又想起来了世界上还有静电这种东西。如果想知道加拿大人口中的 True North 是什么样子的，想在零下20-30度的时候跳水冲浪，或者只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并顺手拿一下官方给的酒店返现的话，不妨在12月底来埃德蒙顿小憩几天，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旅行体验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